我们讲一下美国地产基金资金的结构。在美国做地产投资，你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话：项目赚钱，大家都笑；项目亏钱，看谁先走，看谁先后。在美国地产基金里面，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，就是资金结构。资金结构决定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投的钱在整个项目里面处于哪个风险的顺位。项目赚钱或亏钱时，谁先分红，谁最后承担风险。我们用资金金字塔来展现一下，从上到下风险越来越高，但回报也会越来越高。资金结构可以分为4层，第一层是高级贷款，第二层是夹层贷款，第三层是优先股，第4层是普通股。高级贷款通常来自于银行和保险公司，一般是由产权抵押，排在最前面，一般占60%到70%，它的利率是较低的，一般不是固定的数字，而是由基准利率加贷款加点构成的。通常来说，高级贷款利率在4%到7%左右。贷款的风险较低，因为有不动产抵押，一旦违约，银行有物业的优先处置权，但收益率也最低，比较适合保守的投资人和机构。夹层贷款介于债权与股权之间，很多项目没有。一般情况下，这层设计和下面的优先股不会同时存在。它的利率在8%到2%左右，一般没有直接抵押物担保，有些会与股权质押替代。如果项目运营良好，回报就高于银行的贷款。如果项目出现了问题，高级贷款清偿后，夹层存在拿不到钱的可能性。比较适合的人群是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、追求较高票息的投资人，还有短期债权投资人，因为这类还款很多时候都是早于高级贷款。优先股仅次于高级贷款，一般情况下，优先股权方上面不会再有夹层贷款的人，除非项目的净值特别高，私募资金对外募集时，优先股是最常见的形式，一般是8%到14%的固定或优先的回报。在现金流分配时，优先股通常在银行之后第一批拿回固定收益。在优先股拿到全部收益之前，普通股是不能参与分红的。没有固定的抵押，属于名股实债，但一般有回购承诺和分红优先权。也就是说，项目方必须在约定周期内回购投资人的优先股份。这个周期是早于普通股的退出周期。优先股有2个好处和1个坏处。第一个好处，它的收益优于普通股；第二个好处，它的本金退出早于普通股，很可能还早于高级贷款方，收益可能会低于普通股。重点考虑2个因素：项目现金流是否能在付完高级贷款利息后付得起优先股收益，项目的普通股占比是多少。作为优先股的劣后人，一般要求普通股占比大于项目总资金的25%。我们做的现金流项目基本都有25%以上的劣后资金。希望获得相对稳定收益，但又不想承担较大风险的投资人。普通股最低层的收益方，也是收益可能最大的投资人，目前行情下可能在12%到20%之间，取决于项目类型，通常主要靠资产升值获利，资金的风险较高，一旦项目失败可能血本无归，但如果项目成功，
普通股享有较大的剩余收益。一般项目管理人会设置一个分配机制，正常市场行情下都会在20%以内，适合追求高回报、愿意承担全部风险的投资人。这个普通股还会有很多税务上的好处，比如折旧、成本分摊等等。瀑布分配机制，美国地产基金有一个核心机制，就是瀑布分配。资金先还高级贷款，银行先拿钱，再支付夹层贷款或优先股权，然后支付普通股约定的回报。大部分情况下，管理人最后获得收益。可以这样理解：一行人排队吃饭，高级贷款的人坐在第一排，优先股的人或者夹层贷款的人在中间，普通股的人在倒数第二。那项目管理人排在了最后。你排在哪里呢？就决定了你什么时候吃上饭，以及能吃多少的饭。那么大家了解了资金的结构，大家应该清楚了，风险和回报永远是成正比的，这就是美国地产基金资金结构的核心逻辑。关注并私聊我，让大家在地产投资上少走弯路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，多谢大家的支持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。免费获得最新美国地产投资干货指南，地产投资实战经验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地产，建立你的被动收入渠道，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投资的本质，获得更多美国地产的投资。EB-5 投资移民资讯 EB-5 投资移民项目的深渊巨坑 EB-5 投资移民合同夺命连环套资本狂潮下的 EB-5 悲剧，持续了解美国地产投资和 EB-5 尽调。点赞关注不会迷路，请订阅。